一句大换血，让站台上的所有骁骑卫都忧愁无比。家人是他们活着并为破清会卖命的最大动力，现如今却要面临一场没有实现的分别。分开之后，除了拼死立功之外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与家人再见面。宋谦是眼看众人都落寞哀伤，眉头微皱，冷声问道：怎么？你们不是都发过誓要效忠英主的吗？怎么只是让你们与家人暂时分开，就让你们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了？众人听闻这话，心里更是愤恨不已。可是谁也不敢出言反驳这位年轻的女人，因为她是都督府的监事，是都督府的高层。别看她虽然姓宋，却不姓吴，但也是吴家的亲戚，算是吴家的外戚，在都督府内的地位算得上很高了。况且宋谦氏是修士，修为高出这些骁骑卫一大截，不但有资格，更有能力斩杀他们中的任何一人，谁也不敢当着他的面表达任何不满和反对。这时，远处传来火车浑厚的汽笛声，便听指挥使腰间的对讲机内传出声音：列车已经过岔道了。由于一整天都在等这趟车，指挥使早就派人在铁路干线与杜克矿业支线的岔道口等候，见列车过岔道，便第一时间通知。列车过了岔道，便还有几公里就能抵达杜克矿业，无外乎几分钟的车程。于是指挥使便对那宋谦士说道：宋谦士，列车就快到了，几分钟内便将进站，属下会带领骁骑卫们尽快卸货，连夜安装监控设备。那女人冷淡地应了一声，眉宇间也稍稍有了些许舒展。她一直在等这趟火车和这批货物，等着货到了，盯着他们尽快完工，同时抓紧时间安排他们开始大换血。任务完成之后，他就能返回意大利的那不勒斯，也就是右军都督府现在的总部。几分钟后，漆黑的铁轨前方出现了几道明亮的光柱，伴随着列车轰鸣的声音，火车已经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。入定中的叶晨感觉到列车开始减速，便知道列车已经快要到站了。为了谨慎起见，他释放出灵气，在自己周围约莫1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时刻查探。当列车快要抵达杜克矿业拦在铁路上的栅栏门时，叶晨眉峰忽然凝成一团，整个人也瞬间有些紧张起来。之所以紧张，是因为他原本以为这次来杜克矿业应该不会遇到修士，但没想到此时此刻，就在杜克矿业内的月台之上，竟然就有一位修士。而万幸的是，那修士的实力比自己要弱上不少。若是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，那这番查探恐怕就会立刻被对方察觉了。这也让叶晨心生好奇，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在杜克矿业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死士驻地，竟然会有一名修士坐镇。不过好在能够查探到的范围内，没有第二名修士，这边让叶晨稍稍松了口气。这名修士虽然在计划之外，但好在仍处于叶晨的掌控之中。除了这名修士之外，叶晨还在站台上发现了一个实力已经达到暗境2重天的武者。这名暗境武者也是除了那名修士之外实力最强的。想来这修士应该是这里的骁骑卫指挥使。至于那个修士，叶晨一时间还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。不过叶晨结合之前的经验分析，塞浦路斯那条线的特使段立业也不过才是暗境3重天，实力比这个修士那自然是差远了。所以这修士在破清会内的地位肯定比特使还要再高几个层级。既然是比特使高的存在，那就肯定不是常住在杜克矿业的人，想来应该是破清会临时派来杜克矿业的，甚至有可能是从右军都督府总部来的人。这让叶晨一下子欣喜起来。4大伯爵充其量就是4个层级最高的骁骑卫，对破清会来说无非就是棋子和人肉炸弹，他们对破清会的秘密其实知之甚少。可这次这名修士就不好说了，如果这人真是右军都督府的人，那他肯定知道右军都督府的很多核心机密。看来这次自己到杜克矿业还会有想不到的意外收获。于是叶晨立刻停止打坐，藏身于货物之中，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机遇和挑战。
与之前在列车上看到的行车记录一样。火车先是在杜克矿业铁轨的栅栏门外停下，杜克矿业立刻上来一名6星舞者，在检查了火车头内仅有司机1人之后，便放下心来，操着汉语用对讲机说了一句没有异常，开门。紧接着铁栅栏门向内打开，列车重新启动，以极慢的速度缓缓驶进厂区内部。在所有车厢都已经进入月台范围内之后，列车逐渐停稳。不过火车司机并没有将列车熄火，而是下了车便直接将车钩解开。破青会那位指挥使对身边几名手下说道：你们根据发货单对照一下每辆车外的封条锁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先让司机前方转向，把火车头开回去。火车司机是摩洛哥国铁的人，倒不是破军会无法渗透进摩洛哥国铁，只是他们负责渗透的清一色全部都是书生。渗透到摩洛哥国铁对他们来说那真是大材小用，更何况摩洛哥国铁的火车司机是轮岗调派制，所有的排班计划都是根据第2天每个人的在岗情况以及在岗时间安排。想要确保每一趟前往杜克矿业的火车司机都是自己人的话，那至少也要往摩洛哥国铁塞上5、6个人才有可能，这对破青会来说就更加没有性价比了。几名骁骑卫立刻便开始按照事先定好的分工，每人核对5节车厢的封条锁情况。根据他们这些年来实际操作的经验来看，只要封条锁没有异常，里面的货物数量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6成相对也简化了不少。20节车厢全部核对无误，封条锁并没有被人2次打开。那名指挥使便在接货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随后司机拿着回执单返回火车头的另一侧驾驶室，将火车头向前方行驶进入道岔，待道岔变道之后，便沿着月台中央的车道缓缓驶离。指挥使不敢耽搁，便立刻对身边早已等待多时的手下们说道：抓紧时间卸货，先不用管那几家冷藏车厢，把所有的安防监控设备以及辅助线材运出来，然后根据我们之前定好的清单，把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。一众人立刻高声应下，随后便冲向15节普通车厢。钢丝制作的封条锁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需要钳子才能够剪断，但是对这些至少也有3星实力的骁骑卫来说，徒手便能扯开。叶晨所在的车厢封条锁也同样被人一把拽开，紧接着便有人在外催促道：快，看好货物编号，符合的就快点卸下来。